有一个男人去墓地里面挖出26具女孩的尸体，做成洋娃娃放在家里。令人震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天才。到底是什么引起他变成这样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还记得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吗？男人与木乃伊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位外科医生把梦中情人的尸体从墓地里挖了出来，带回家修复，做成了木乃伊。就这样与木乃伊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好久。而今天，正正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加离奇的案件。他是个抢劫犯，但是有个非同寻常的爱好，抢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墓地里的尸体。更可怕的是，他用这些尸体制成了26个真人大小的洋娃娃放在家里，有的尸体已经养了将近9年，这可以算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奇怪的案件之一了。我觉得就算放在全世界的离奇案件来看，这也已经算是奇葩了的吧。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人叫做莫斯科文，来自俄罗斯。如果没有这些案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疯狂热爱历史，精通13门语言，他写了几本书，包括论文和翻译本，在学术界都是众所周知的。同事称他的作品是无价之宝。他游历广泛，有时还担任新闻工作者，并定期为当地的报纸和出版物撰稿。他就职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的外语学院，是一名俄罗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同时，莫斯科文也是公墓方面的学家，自称是墓地学家。光看这些履历，不得不说这个人真的是很优秀，称作为天才也不过为。但可惜的是，莫斯科文逐渐开始跑偏了，最终在2011年被逮捕。当时警察在他的公寓和车库里发现了脸和四肢背部覆盖了26个女孩的木乃伊尸体，外形是穿着鲜艳衣服的洋娃娃，甚至连同住屋檐下的父母都毫不知情，以为这些只是儿子的爱好，收集古董洋娃娃。在一次采访中，76岁的母亲回答道：我们看到这些洋娃娃，但从来没有怀疑过里面有尸体。我们以为他的爱好是收集这么大的娃娃呢，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的情况。莫斯科文周围的邻居都很震惊，都说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很受人尊重，性格很文静，只是有点孤僻而已。父母也都是谦逊温和的好人。不过邻居注意到，每当他们开门的时候，他的公寓里就会发出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但邻居却将其归咎于当地所有建筑中地下室都会有的腐臭味。莫斯科文所在的杂志社同事表示，他的许多文章都流露出自己对于年轻女性有很大的兴趣。本以为这只是天才作家异于常人的思维，从没有人能够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他对于尸体的迷恋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小时候，莫斯科文就很内向，不善于社交。他的童年时代与正常人不同，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去墓地里面徘徊。莫斯科文在杂志上发过一则故事：13岁的那一年，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目睹了一个11岁的女孩娜塔莎的葬礼游行，一群穿着黑西装的男人拦住了他，强迫他亲吻死去女孩的脸。女孩的母亲悲痛欲绝，将一枚戒指戴在莫斯科文的手上，另一只戴在了娜塔莎的手上。本来只是一场迷信的活动，但莫斯科文从此对于亡灵的迷恋开始生根。他每晚都能梦到娜塔莎，还说只有回到生前所在的地方，娜塔莎才不会出现于梦中。莫斯科文说，经过了1年多的噩梦，娜塔莎在梦中告诉他，想要摆脱这一切，从同学那里得到了一颗牙齿进行转接仪式就可以了。莫斯科文成功做到了，果然娜塔莎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梦里，这对于他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始对神秘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警方发布的视频来看，尸体坐在小房间的架子和沙发上，里面装满了书籍、文件和杂物。这些人形像古董娃娃，他们穿着很精致多样的衣服，有些人穿着极细的靴子，有些人的脸上化着妆。他也会把洋娃娃的手藏在衣物里，只不过这些不是娃娃，而是人类女孩的木乃伊尸体。调查人员后来还在女孩的尸体里面发现了音乐盒或者玩具，这样当莫斯科文触摸它们的时候，它们就能发出声音了。一些木乃伊中也有个人物品的特定衣服，每个木乃伊都有一块他自己的墓地，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有的尸体里面还贴有医院的标签，上面写着女孩的死亡日期和原因。警察还在一具尸体里面发现了一颗干燥的人类心脏，甚至发现了被木乃伊化的尸体所在的衣服就是他们下葬时穿的衣服。尽管在他的家中只发现了26具尸体，但有不少人怀疑莫斯科文至少亵渎了150多个坟墓。警方发现了从墓碑上取下的金属名牌，从该地区的墓地地图以及尸体的照片集合等等。那么这些尸体都是怎么找到的呢？莫斯科文声称自己从2005年到2007年走遍了752个墓地，通常每天走达30公里，而且他会睡在墓地的入口处、田地里面的干草堆、废弃的农场里，一路上喝水坑里的水。
甚至曾经有一次，他睡在了一个棺材里，棺材是为以后的葬礼准备的。第二天早上，他被2个掘墓者惊醒，不过他们以为莫斯科文只是喝醉了，并没有联想到别的地方。可以说，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比莫斯科文更加了解墓地里的尸体了。他对每具尸体都会做功课，做最详细的记录。他会用凿子从旧墓地里刮下青苔，写下所有者的姓名、生死日期以及任何他需要记录的其他信息。后来，莫斯科文交代自己一直很顺利的很大原因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警察，因为警察不会来墓地巡逻，只知道把车开到偏僻的地方睡觉，偶尔在路途当中碰到，给他们检查一下学术研究材料和身份证就行了。那这些被亵渎的尸体，莫斯科文是如何处理成洋娃娃的呢？据莫斯科文交代，为了研究将尸体木乃伊化的理论和技术，他翻阅了所有可用的书籍，还特地去研究了古埃及文字。他在商店里面买了苏打水和盐，在垃圾场里找到了旧的长筒袜，用它们制作成袋子，向其中倒入苏打水和盐，然后绑在残骸上。每周都会换一批袋子，如果被人注意到问起，就说自己是要喂鸟。关于运送尸体，他用不同的衣服包裹着尸体，然后用背包运回家中，用碎布将腐烂的身体填满，然后他会用针线缝住身体，用紧身衣裹住脸，然后涂上指甲油。有的时候会用娃娃的脸来修饰它们。另一些洋娃娃则有用毛绒玩具制成的口罩，他还会把纽扣或者玩具的眼睛插入女孩的眼眶，这样洋娃娃就可以和他一起看电视了。他甚至还把娃娃的生日当成自己孩子的生日来庆祝。然而他的车库里面存放了几个娃娃，他声称这些娃娃已经不喜欢了。莫斯科文还说自己有最喜欢的娃娃，对于不那么喜欢的，他就会让他们去车库里面住着。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好奇，一个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会干出如此变态的事情呢？其实莫斯科文之所以这么做，他自己的解释是找到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让死者复活。他自己是凯尔特人的文化研究专家，他们有个传统，就是通过睡在墓地旁边与死者的灵魂进行交流，于是自己进行尝试，到底会引来恶魔还是死者的灵魂。如果死者的灵魂说自己要重生，莫斯科文才会挖掘帮助他。没有内部孩子的允许，他从未挖过坟墓打扰死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已经吃不消睡在墓地边上了，于是他就有了把尸体搬回家的念头。令人恐惧的是，莫斯科文做这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孤独。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有个女儿，单靠自己的收入是没有办法领养一个孩子的。于是他把这些木乃伊娃娃当成了替代品，他觉得自己没有将尸体毁容，没有进行肢解，对待自己的作品都是那么轻柔，充满爱心。他甚至说，我喜欢这些孩子，我把他们擦干复活了，带到我家里去了。当然莫斯科文也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但是他感觉死去的孩子正在呼唤被营救，认为抢救孩子比遵守法律更为重要。事情总是有败露的一天，警察不断接到举报，在夏诺夫哥罗德以及周围的地区公墓频繁出现了亵渎墓地的行为。经过排查，警察发现了莫斯科文公寓的鞋子与在被亵渎的坟墓附近发现的脚印相符，毫无疑问，他就是罪犯。莫斯科文如此病态的心理，甚至已经不需要进行精神病评估了。经诊断，他确实患有一种偏执性精神分裂症。2012年的5月，在法庭上，莫斯科文供认了44项虐待坟墓的尸体的指控。他对受害者的父母说：“你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我把他们带回了家，让他们重生起来。”最终他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面。这个案子震惊了世界，俄罗斯媒体称他为木乃伊之王。一般来说，人们如果跟死者交流，可能会去墓地祭拜，也有可能通过使用微甲的通灵板等通灵工具，说是能与死去的灵魂对话，但毫无疑问，仅仅是一种念想罢了。莫斯科文有成功的学术研究事业，兴趣广泛，无疑是个天才，对任何感兴趣的事情都能进行深度研究，干出点名堂。但可惜了，没想到跑偏了，一旦入了魔，还越陷越深，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莫斯科文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